最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吸引了全球目光。要知道，以色列背后有着美国的全面支持，军事装备先进，技术领先，而反观伊朗却长期遭受美国制裁，经济科技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却硬是发展出了与以色列抗衡的实力，甚至还出现了像胡塞武装被广泛认为是伊朗扶持的地区武装势力。那么问题来了，伊朗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想要有所发展，必须在这三大领域有着一定建树，分别是经济、科技与军事。那我们便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先来看伊朗的经济。首先，伊朗能在制裁下维持经济基本稳定，离不开巴列维时代打下的坚实工业基础。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伊朗借助石油财富带来了巨额资金，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这时期，伊朗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涵盖了炼油、汽车制造、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美国制裁后，伊朗凭借这一工业基础，在许多领域实现了自力更生。如在食品加工方面，伊朗国内的食品加工厂能够生产各类主食、副食以及加工食品，满足国内大部分的食品需求，减少了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在机械制造领域，伊朗可以生产农业机械、工业机械等，为国内的工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设备支持。即使在制裁最严厉的时期，伊朗的工业体系依然能够保证基本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使得国内市场不至于陷入物资极度匮乏的境地，避免了像委内瑞拉那样因货物短缺而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其次，伊朗积极调整贸易策略，努力拓展与友好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在石油贸易方面，伊朗不断调整石油贸易路线，寻找新的石油出口市场。如伊朗与俄罗斯合作，俄罗斯为伊朗提供了一些贸易通道，帮助伊朗绕过部分制裁限制，得以继续出口石油。尽管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制裁伊朗后，部分欧洲企业减少了与伊朗的合作，但仍有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如采用易货贸易、第三方转口贸易等形式，继续与伊朗保持着商业联系。最后，为了降低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增强经济的韧性，伊朗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在农业方面，伊朗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修建了众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改善了土壤质量和水资源利用效率，还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如在降水丰富的里海和波斯湾沿海地区，大力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通过以上这些努力，伊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减少了因为制裁导致粮食进口困难对经济的影响。还有矿产方面，伊朗矿产资源丰富，拥有81种不同类型的矿产，以探明的矿产储量达550亿吨，是全球10大矿产丰富的国家之一。铜矿石的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4%， 居世界第3位，锌矿储量更是居世界第1位。近年来，伊朗加大了对矿业的开发和投资力度，矿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2022年度，伊朗出口了约4000多万吨各类矿产品和矿物，出口额超100亿美元。就连水泥产业也发展迅速，产能位居世界第6。2023年，伊朗水泥出口量创下历史纪录，证明了伊朗在经济多元化道路上的努力和成果。说完了经济，我们再来看伊朗的科技发展。在超级计算机领域，伊朗成功实现了自主研发，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伊朗的超级计算机 Small 在2021年首次亮相时，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Small 的峰值性能为 0.56 petaflops， 即每秒560万亿次浮点运算，并计划在2个月内达到1000万亿次。它根据 TIA 942标准设计，包含42个机架，面积约250平方米，预计将升级到84个机架，面积400平方米。伊朗政府提供了其450万美元开发预算的一半费用。除了计算机，伊朗在长期的制裁下也基本实现了高科技元件的国产化。伊朗国防部后勤部长哈塔米准将曾表示，伊朗国防工业能够独立生产310种高科技元件，这一成果为伊朗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如在雷达领域，伊朗积极研发国产雷达，以提升自身的防空预警能力。伊朗研制的坎迪尔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探测距离达1100公里，从伊朗西部可以探测到以色列上空的目标。
成为伊朗主要的反隐身弹道导弹预警手段之一。此外，伊朗还研制了阿利姆湖源探测雷达，该雷达不主动发射雷达波，而是利用广播调频数字电视信号作为照射源，通过接收飞行器反射的雷达波来精准探测其行踪，进一步丰富了伊朗的雷达探测手段，提升了对不同目标的探测能力。在通讯领域，伊朗也取得了突破。伊朗国防工业公布的名为 Spear 110新型国产战术通信系统，能够满足指挥官在战术、作战和战略层面的通信需求，并能够在广泛的作战条件下运用。该系统可以安装在军事设备上，能够安全地传输语音数据、图像和数据文件，并且不会受到黑客攻击、窃听、无线电干扰和电磁干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国防工业的进步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如汽车产业在过去2年中，依托国防工业，伊朗能够生产汽车产业急需的15种零件，节省外汇超过6000万美元。像汽车中使用的电子控制单元就由军工制造。同时，国防工业在采油井或炼油厂发动机技术以及化工领域催化剂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转让，也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最后再来看伊朗的军事，具体分为3个方面。第一点就是伊朗在导弹和无人机技术上的突破，是其抗衡以色列乃至美国的重要资本。伊朗拥有各种较为丰富的导弹库，尼什系列中程弹道导弹是伊朗导弹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该系列包含了尼什1、尼什2、尼什3等多个型号，射程分别可达2000公里、3000公里和4000公里。这些导弹采用多种发射模式，包括导弹发射车机动发射和固定井下发射等，具备较强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其打击范围广泛，不仅能够覆盖整个以色列，还能对欧洲、地中海、印度洋等地区的目标构成威胁。就连美国在印度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也在其射程之内。尼什导弹弹头重量较大，具备较强的毁伤能力，多次被美国及西方国家认为具备洲际打击能力。伊朗的无人机工业发展迅速，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无人机研发生产体系。伊朗拥有多款性能出色的无人机，如见证者系列，其中见证者129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它以美国 MQ-1捕食者无人机为蓝本仿制改进而来，航程可达2000公里，能够挂载4枚反坦克导弹，具备较强的侦察和打击能力，并且在叙利亚战场上经过了实战检验，展现出了良好的作战性能。见证者136则是一款自杀式无人机，它虽然技术含量看似不高，采用活塞式发动机，飞行时速仅180公里，噪音显著且不具备隐身性能，但其却有着独特的优势。它的成本极低，单价仅1到2万美元，却拥有2000公里的航程，还配备了50公斤的高爆弹头，能够对装甲目标等造成有效的杀伤，杀伤半径可达100米。这种无人机以蜂群战术为核心，通过大量投放对敌方目标进行饱和攻击，给对手的防空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第二点则是伊朗独特的海军战略，其中无人机航母就是其一大亮点。2025年2月6号，伊朗首次展示了其最新的无人机航母沙希德巴赫曼巴盖里号。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达4万吨，是由集装箱船改造而成，它的飞行甲板长达180米，并配有滑跃甲板，还安装了3条左栏锁，这使得舰载固定翼无人机能够直接着舰，扩展了舰载无人机的类型与技术状态，使其不再严格受限于无人机的重量与尺寸。作为远海作战平台，它可以在遥远的海域无需海上补给的情况下长期执勤。尽管该航母存在航速低、由民船改装防护水平不高等问题，但它的出现对伊朗海军来说意义重大，为伊朗提供了一种新的海上作战平台，使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时有了更多的应对手段。第三，则是通过支持代理人武装，在多区域牵制美国及其盟友，从而分散自身压力。如伊朗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伊朗为其提供了多种武器，包括无人机、反舰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在红海地区，胡塞武装凭借这些武器，过往的商船及美国和其盟友的军事目标构成了威胁。他们多次袭击与以色列相关的商船，使得全球4大集装箱航运公司纷纷暂停所有通过红海的亚欧航线业务。
美国虽然试图组织多国联军保护红海航道，但由于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的地理优势，以及其装备的相对廉价但有效的武器，使得美国在应对时面临诸多困难。还有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与以色列长期对峙，给以色列的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真主党拥有大量的火箭弹和导弹，具备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此外，在伊拉克，虽然伊朗未能找到像黎巴嫩真主党那样强有力的代理人，但也与一些什叶派力量保持着联系与合作。早年与伊朗关系密切，由各种什叶派武装力量组成的人民动员力量，成为伊朗支持的对象之一。这些什叶派武装力量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伊拉克的局势，也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通过支持这些代理人武装，伊朗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战略网络，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行动受到了多方掣肘，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战略空间和周旋余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